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今天这集是非常开心的一集，国泰航空的商务舱。难得今天是晋升贵族的一天，这次整趟的行程会从曼谷经香港飞温哥华，一整趟总共会开箱7个贵宾室，国泰主力 A350 的商务舱，以及国泰最新的商务舱产品 Blackpink in Your Aria。哇，如此梦幻的行程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们3、2、1，起飞！嗨，各位，没错，我们直接一上来就来聊聊这次的这趟商务舱是怎么买的。穷酸的我当然是没有那个现金，这次跟上次长荣商务舱一样，是用里程换的。这里就小小跟大家科普一下国泰航空的里程兑换机制。国泰里程兑换主要依据单程总飞行距离划分为多个距离区间。我常住在温哥华，所以如果我要换回香港的机票的话，目前国泰单程商务舱是需要91000里，距离落在5001到7500里的这个区间。没错，2年前好像还是84000，真的一年比一年贵。但有趣的是，温哥华到香港的大圆距离，也就是国泰用来计算距离的方式，差不多落在6300里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距离同一个区间的上限7500还有一点点的距离，这就代表你其实可以以香港作为转机的点，再多飞一趟。只要确保2趟加起来的大圆距离是7500以下，你所需要的里程就依旧还是91000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，但我可以跟你说，像上海、台北、马尼拉、胡志明跟当然曼谷都是在这个距离区间以内哦。所以想要最大化你的兑换价值的话，考虑一下吧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，如果想多加一趟的话，兑换的难度会高很多，因为不一定有空位，这点大家就可能要自己去找了。好了，那逼逼扯扯那么多，我们人就先跳到出发点曼谷吧 ，Go Go！ 你以为要飞了吗？我们先来个简单的曼谷 vlog 吧。我有好多美丽的食物想跟大家分享。我刚刚才相继搭了加拿大航空跟大韩航空，从温哥华经首尔抵达曼谷，我快死掉了。第一个晚上我累死，直接回情侣睡觉了，直接跳第2天吧。Good morning， 曼谷第一次真的进来这座城市，这次很幸运，刚好我有个很好的泰国朋友回曼谷，他就决定开车带我到处逛，谢干爹拯救我于曼谷的炎热之中。我朋友就这样开车带我到处看曼谷的各大景点，但我们也没有真的进去什么点，因为我朋友问我想玩什么，我只说我想吃最道地的泰国美食，所以第一站他就直接带我来到了连英文 menu 都没有的餐厅，我全权交给我朋友点菜，给各位看看，这是泰式鱼饼。脆炸鲶鱼应该，然后这个炒粉丝上面加腌制过后的鱿鱼，完蛋了！我其实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吃了啥，但真的都超级特别跟好吃这些完全就是如果我朋友不带我来吃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点料理。而且当然，主餐的最后又怎么能少得了甜点呢？榴莲跟椰子冰淇淋配糯米饭。哇，罪恶到不行，肥到不行，但真是幸福到不行。总之呢，各位非常推。吃饱了之后，我们就再前往了一条文艺小街 Songwat Road 来散散步，消化一下。非常 Instagrammable 的地方，拍了一点可爱的照片，然后我们就决定继续来吃了。没错，拔辣沙拉配辣椒，它太前卫了，我有点吃不太懂。然后是这个山竹冰沙加果冻，哇，超级特别。知道为什么来曼谷这个必吃吗？因为 Mangosteen。我们之后还有去路边摊买一小碗泰式烧麦来吃，不知道这算不算，但我吃得蛮开心的。这个点差不多就这样，下一个点 Go Go！ 好的，那逛完户外是时候再回到室内了。我已经饱到怀疑人生，所以来简单 shopping 一下，买点伴手礼。这次我朋友带我来到曼谷一个很大的 mall Icon Siam，不会念，说是要 shopping， 但当我们看到食物之后，我们的嘴巴就又忍不住了。好可爱的小船，卖着25块1碗的小船面，刚好适合肚子爆炸的我们，美味好吃，好幸福。然后再来一颗剥好的整颗椰子，清爽加 Q 弹的果肉，小贵，但在温哥华的我表示便宜才不买爆。而且不得不说，泰国果然还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呢。Apple Store 外面有一个很适合拍照看景的平台，这个 mall 有些角落也真的是奇花到一个不行。想 shopping 的人可以考虑来一下。嘿，是谁说我们的嘴巴可以停下来的？晚餐，我朋友又继续带我来到 mall 附近的 local 美食 Jeju Noodle， 一家主打卖红酱汤米粉的店。
龙眼冰第一次喝，好屌，感觉喝多了会上火，但这天气喝这个真的过瘾。然后我跟我朋友就各叫了一碗汤跟拌的米粉，它里面是搭配各种各样的丸子配料，酸酸甜甜，有嚼劲的面皮，扎实的丸子，很不错我好喜欢，推给大家。光是看到这个环境跟人潮，你就知道味道肯定差不到哪里去的。卫生我们先不要管，而且当然最后一样来个甜点结尾，椰子冰淇淋混蛋黄加椰子冻、地瓜跟李子籽。李子籽是啥我都不知道，但冰淇淋混蛋黄我也是第一次吃非常浓郁，搭配各种配料的口感暴击。好吃是好吃，但我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过不去蛋黄配冰淇淋这个坎。Anyways，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，但正在写稿的我都觉得饱了。第二天吃的很开心，明天就要来搭飞机了，就先这样咯，晚安。Sorry。昨天吃的是真的多，回去的这天早上，我有了一点自己的 me time。以我的个性，当然是一大早出去散个步呀，跟我一起出去走走吧。我这次的民宿在蛮中心的地段，附近有很多热门的地标，我就很随机的拍了一点可爱的照片，跟逛了一些不用门票的庙。这次没有好好参观那些观光景点，但没事啦，我相信我还会再回来的。话说，这些小运河里的鱼也太大太肥了吧？感觉完全就是被邻居当猪在喂好可怕。那在去机场前，我朋友又很热心的 offer 带我去吃最后一顿午餐。有好朋友真的很重要。这次来到的是有点远的郊区，开了1个小时，但我一抵达我就知道 I am in for a treat。这应该是米其林必比登吧？这家店好像主打卖一个鸭肉，先来杯泰奶，一点虾球，然后就是他们的招牌鸭肉冬阴功。我没有拍太多，因为我一个忙着吃东西，但这个颜色有没有让你食欲打开呢？吃完后，我朋友还是完全没有放过我，继续追一点泰式仙草冰跟这个热腾腾的椰子饼。我其实不知道叫什么，但就一个字，好吃。本来的计划是去贵宾室前好好断一下食的，但当你有那么好的朋友这样招待你，你要怎么能说不呢？就叔叔我爱你。好啦，吃的真的很撑，杀了很多时间，我们终于要前往机场了，我们正片开始咯。好的，我们目前在前往曼谷的 BKK 路上。这次我朋友直接开车送我，但如果你今天搭大众运输的话，其实曼谷也有一条机场线叫 Airport Rail Link（ARL）， 从机场到市中心很快，20多分钟就可以到。而且是说现在信用卡也可以刷咯，所以其实真的很方便，不用在那边卡半天买票。重点是它一点都不贵，是很合理的15到45泰铢，超赞！不像有些地方机场线给你加到不行。好的，我们到机场了。国泰在 BKK 的柜台在 S 排这边，没什么人，超赞的啦！我一看到商务舱跟头等舱，我就很愉快的来排了。它没有特别标示经济舱，但旁边有很多自助登记的机器，所以我猜很多人应该是去那里啦。不过呢，我这只是尊爵不凡的贵族，很快我就拿到了这次2张的登机证跟2张的贵宾室邀请，直接把明天我从香港出发的印给我，顺便还请我去走悲伤楼梯下面的 Fast Track Security， 完全不需要排队，3分钟咻一下就过去了，真舒服，不愧是钱钱的力量。OK， 终于来到这第1集的重点 Lounge Hopping。没错，想在这里先问问大家，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从曼谷出发吗？为什么不从台北或上海呢？嘿嘿，来简单考考各位。第一个问题，国泰在哪一个航空联盟呢？答对了吗？是寰宇一家。好的，第2个问题，寰宇一家有哪些成员？太多了，懒得一个一个讲，大家自己看。第3个问题 ，BKK 这个机场有哪些寰宇一家航空公司的贵宾室呢？好啦，我直接公布 ，BKK 有4家：卡达航空、日本航空、阿曼航空，跟我们这次的主角国泰航空。而且众所周知，你搭任何寰宇一家的商务舱或头等舱，你就可以去任何同联盟直营的贵宾室。我珍妮佛罗培兹就是为此而来，好期待，我们就赶快跳起来吧 ，Go Go！OK， 第一间一上来就来个炸的，大名鼎鼎的卡达航空，是个低调的大门，有种躲起来的感觉，但一进去就是优雅的柜台跟1万个来迎接你的人。一开始就会有个专人很详细的带你介绍各种设施，里面超安静，是真的有贵族的感觉。但我们先把最重要的事情搞定，先来冲个舒服的热水澡。淋浴间本身不大，但很漂亮，简约舒服，全方位无死角的淋浴头角度，搭配 Euphoria 的瓶瓶罐罐，好像是一个泰国牌，把自己洗得香喷喷。至于其他提供的备品设施，还包括毛巾、化妆镜、吹风机，同一个 Euphoria 牌的乳液跟洗手乳，还有可以要的 Dental Kit and Amenities。我是要了一个牙刷啦，其他备品我就没要了，因为我记得都是一些我不需要的，像梳子跟刮胡刀这种。但对，差不多就这样。
再给大家看看，就在隔壁但是分开间的厕所好了，长这个样子，风格差不多，备品跟浴室也都基本一样，就不特别重复了。好的，洗好澡了，舒舒服服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里的食物有哪些选择吧。首先 buffet 的部分，我还是第一次在贵宾室看到每一道都如此精致美丽，凉菜、起司拼盘、甜点、水果、果汁、面包、沙拉，当然还有各种热菜，其中也不乏泰式风味的绿咖喱跟 pad thai， 是真的美。而且食物是一回事，它的用餐环境也完全是 fine dining 的水准。我就拍个小角落给大家看，因为这里的氛围有点太 fancy 了，感觉拍到别人会被找茬的感觉。但卡达的官网有一些照片，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我先是从 buffet 区简单拿了一点食物 ，pad thai、提拉米苏、芒果塔跟一瓶椰子水。说一瓶是因为原本真的是一瓶，但服务生姐姐看我拿就直接问我要不要装杯子，仪式感爆炸，好喜欢。食物的部分没拍太多，但也真的都很好吃，特别是提拉米苏，哇，真想再吃一个。但没办法，我还需要留点空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 lounge 是还有 a la carte menu 的哦。用你的手机扫桌子上的 QR code，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你可以叫的餐点。我把截图放在这边，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哦。我看旁边客人叫了寿司，我就也非常主见的也叫了一盘寿司。好吧，有点后悔，不难吃，但它饭太多了，也没有到说真的非常正宗。OK 啦，鱼肉蛮新鲜的，但我吃完肚子直接撑死。起来活动活动，逛逛这个贵宾室的其他空间好了。这个贵宾室本身不大，一些座椅环境，一个小小的电脑跟猎鹰空间，祷告室，还有一些可爱的角落，其实就是这个贵宾室的全部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依旧认为这绝对是最顶级的贵宾室之一。可能我来的时段刚刚好不是卡达飞的时候，但人是真的很少。我觉得当时服务生跟客人的比例都快接近1:1了。我获得的服务就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加上 Thai hospitality， 大家真的都好 nice。但我也要说，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但这贵宾室给人压力小大。人太少，服务生姐姐又太敬业，就会有那种全场被盯着的感觉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只是我这种庶民格格不入而已。Anyways， 这个贵宾室就这样，还是很喜欢，推荐大家来体验看看。我们就前往下一个贵宾室喽。OK， 下一家呢，按路过的顺序来 ，Japan Airlines Sakura Lounge。哇哇，很可惜，在我来的时候没有开。拍片那个时候，日本航空一天是飞曼谷2班，一班早上，一班晚上，所以是只有这2个时段有开的。咕咕，没办法咯，刚好错过，没事，就等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咯。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。好的，走着走着就来到第3家 Oman Air， 这家我们就直接来画重点好了。阿曼航空的贵宾室，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，整体氛围感舒服，比较轻松，有电脑、报纸、杂志。最赞的是它有2张沙发床，可以让你睡觉休息，会提供毛毯的那种，这点就是其他家找不到的。它也有淋浴间，大小甚至要比卡达那个大一点点，但装饰给人的感觉相对简约，尿布台、毛巾。Panasonic 吹风机，一样 Euphoria 的牙刷、香皂，跟无名牌的洗发乳、沐浴乳跟护发素。要冲一个舒服的热水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它还有一朵花，蛮可爱的。你也可以额外跟它要以下的这些备品，整体使用起来还是很舒服啦。再顺便给大家看看厕所，其实也跟淋浴间差不多。就在这里给大家看个几秒，我们再出来看看buffet的部分喽。阿曼航空贵宾室buffet相比卡达就真的多了一份阿拉伯的元素，你可以找到各种阿拉伯美食，比如说阿拉伯枣、阿拉伯糖、阿拉伯杏、阿拉伯饼干跟阿拉伯咖啡，也是有些热菜啦，蛮好笑的，也是 pad thai 跟绿咖喱。但说实话，我承认阿拉伯菜不太中我的菜。Oh man！我还是简单拿了一点食物，比如说这个鸡肉串跟 cheddar cheese sambosak 一样，大概完全念错，没吃过，好像是一种中东的 pastry。OK 啦，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阿拉伯料理的话，真心可以来。但对我而言，肚子好饱，又刚去完卡达那种水准的贵宾室，我觉得对阿曼也是小小的不公平啊。但就单看这间贵宾室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。如果中的是你的菜的话，真心不妨来使用看看喽。哦耶，好的，终于来到最后一间贵宾室，也刚好是今天的主角贵宾室——国泰航空。我也是听闻期待很久了，虽然是曼谷分部，但国泰航空在全球贵宾室都是出了名的一致的。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吧。国泰曼谷分部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，至少相比卡达跟阿曼，国泰这个真的是又大又长，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但我真的好喜欢国泰这种深木头色系，
给人一种高级成熟美，但又不会让你觉得高攀不起。沙发有各式各样，但保持一致的是，它们都是皮革，坐起来又很舒服。其他装饰也都走一个极简风，完全就是我的审美。但要说到这个贵宾室的小缺点，那就是它是没有淋浴的，所以有这个需求的可以去卡达或阿曼洗。就还是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厕所好了，很干净，马桶上面的灯莫名的很可爱，然后瓶瓶罐罐用的是英国品牌 Bamford， 有 hand wash 跟 lotion， 不错，可以优雅的上厕所。不过说到国泰贵宾室的招牌，又怎么能少了吃的呢？这里有一些自助的区域，让你可以拿一些佐料、软饮、果汁、咖啡、小三明治、饼干、沙拉、冷菜跟水果。想吃，但我肚子现在每一寸空间都非常珍贵，所以想当然，肯定还是得来吃传说中的 Noodle Bar 吧。除了有经典中的经典担担面跟云吞面可以叫，曼谷分部还有一些泰式选择，像泰式船面跟红咖喱。我明天还会去香港主场的贵宾室，所以这里就来吃个泰式船面好了。噔噔，小小一碗，对现在的我来说完全就是刚刚好。我真的要说，船面真的是好东西，怎么可以有如此让人舒缓的美食呢？虽然我还是很怕它辣爆，但国泰这碗完全不会。一点点辣是我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好香，吃的真的好满足。那吃完了有点渴，我们再来看看真的饮料包有什么饮料可以点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菜单 ，But again， 我们现在人可是在泰国呢，所以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吧。Time for some 泰奶，咕噜咕噜，很好喝哎。它的泰奶是属于那种炼乳味跟茶味比较重的类型，我觉得调得很刚好，完全不会有外面喝的泰奶那种会得糖尿病的感觉。怎么说呢？一种高级高配版的泰奶的感觉，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我也不是泰奶大师，但真的好享受。可以坐在这里喝泰奶看飞机，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比这个更让人开心的事了。好了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，还有30分钟就要登机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前往登机口了。来快速总结一下曼谷这里寰宇一家的贵宾室。日本航空我们不理它，但卡达、国泰、阿曼各有各的特点。我自己是喜欢国泰啦，跟我的风格比较 match， 我可以比较自在。但卡达绝对是最尊贵的存在，阿拉卡 dining 的服务跟淋浴间的优势是国泰很难比较的。至于阿曼，虽然我认为要跟上其他两家有点困难，但还是有玩出他们自己的阿拉伯特色。淋浴间跟沙发床本身也都非常不错，所以到底该去哪家，该怎么去，还是要看你想要什么咯。希望这支影片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啊！然后我写稿写到这的时候才发现，再讲下去这支影片就要太长了，我剪片会剪很久，会很心累。所以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把原本预计的2集分成4集好了。国泰航空 A350 商务舱的实际搭乘体验，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咯。如果喜欢这种航空开箱影片，还别忘记帮我按着分享、收藏、订阅。干爹干妈们 ，huge shout out to 你们！Part 2 一样很精彩，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